你成功了！Hello， 欢迎来到野菜的路，我是露比。我是小野，马上就要到农历新年啦，恭喜恭喜！恭喜发财！所以呢，从今天开始的接连4个礼拜都会是野菜路的年菜特辑。哇耶！想说提早做一些年菜，这样给大家做准备。好，那在开始之前呢，记得帮我们按下订阅还有开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哦。所以今天呢，要做的就是蒲烧鳗油饭，耶！而且是全素的版本哦。因为油饭其实算是大家过年期间蛮常做的一道主食，但是有时候就会觉得，如果只有单吃油饭，好像就很不过瘾。对，蛮无聊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决定要来研发一下素的蒲烧鳗，就让你在吃油饭的同时呢，又可以吃到咸甜的素鳗鱼。好，那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开始料理咯。今天要准备的食材，油饭的部分有干香菇、金针菇、老姜、豆干、红萝卜、泡水2小时的长糯米、香菜。鳗鱼的部分有金针菇、白芝麻、马铃薯、冻豆腐、日式海苔跟千张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来做鳗鱼的部分。先将马铃薯去皮并切成丁状，冻豆腐挤干后，用手剥成小块状。金针菇切成小段状。再来将马铃薯放入电锅蒸煮15分钟后取出。将马铃薯压成泥状，加入冻豆腐跟一半的金针菇，先稍微搅拌一下。再来倒入酱油、味淋、黑胡椒粉，拌匀备用。取1小碗，倒入低筋面粉，加入水，调至均匀至无颗粒后备用。再来将豆包摊开来，抹上调制好的面糊，再铺上搅拌均匀的馅料。取1平底锅，倒入适量的植物油。那我们选用的油啊，是这一款奥根尼特级冷压初榨橄榄油哦。那其实很多人应该跟我们以前一样，都会觉得橄榄油是不是只适合低温的料理？但其实纯的橄榄油啊，它的发烟点是超过180度以上的哦，所以不管是煎、煮、炒、炸都没有问题。除此之外啊，选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啊，就是油品本身富含的不饱和脂肪酸比例啊，其中的 Omega 9如果越高，就代表越不容易在高温烹调的时候啊产生不好的物质。而橄榄油啊，就是 Omega 9比例很高的油哦。我们跟厂商一起去素食露营的时候啊，也都是用它做料理给小孩子吃哦。好啦，那相关的健康资讯跟奥根尼橄榄油的购买链接，我们都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看看哦。好。放上刚做好的豆包，煎至两面金黄后取出。在煎好的豆包上抹上面糊，放上千张。再来取海苔，抹上面糊，再放上去粘紧。把千张抹上面糊后，并将豆包包裹起来，周围的开口一样用面糊粘紧。
取刚刚的平底锅，再倒入植物油，以半煎炸的方式将做好的素鳗鱼煎至两面金黄。煎好后取出备用。再来取一个小汤锅，倒入酱油、味淋、糖跟胡椒粉煮滚。淋上刚刚煮好的照烧酱汁。放入烤箱，以160度烤10分钟。看到这边啊，是不是已经不想做了啊？接下来还有油饭的部分要继续做，加油加油大家！深一点点，很快很快。对，再来做油饭。刚浸泡2小时的长糯米，以外锅1杯水，内锅2杯水，放入电锅蒸煮。把泡好水的干香菇切成条状，红萝卜跟豆干切成小丁状，老姜呢切成丝状。取一个炒锅，倒入适量的香油，放入豆干煸香。再放入香菇、金针菇跟老姜煸至焦黄。加入红萝卜一起拌炒。炒香后，倒入麻油、酱油、素蚝油、五香粉、胡椒粉跟糖一起炒香。搅拌均匀后，倒入水，煮至收干后关火。取刚刚煮好的糯米饭，倒入炒好的馅料中，搅拌均匀就完成油饭啦。最后将蒲烧鳗切成适当的大小，放在油饭上。撒上芝麻跟香菜就完成啦。来到我们最新波斯克啦！开动喽！耶，吃年菜，这看起来真的超级无敌可口。诱人。马铃薯的部分很像鱼肉超像的，我刚看到也吓一跳。你成功了！好吃啊！我说真的，我是一个不喜欢吃马铃薯的人，一直以来我都常在节目里面说，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吃马铃薯，我不喜欢马铃薯那个粉粉的感觉，但这一道完全吃不到那个感觉。老实说，这已经是功夫菜了，就它真的要画很费工，很费工，好好吃哦！果皮真的很脆，然后里面会有一层好像有点炸豆包的口感，然后你再下去，马铃薯就会在你嘴巴慢慢化开，就很像鱼肉在慢慢化开的那种过程，
再加上那个冻豆腐，它有那个 Q 弹的嚼劲，所以它不是完全的马铃薯化开，就真的比较像鱼肉，它还有一点弹性，你知道吗？这行欸。我跟你讲，马铃薯泥呀，你还是要让它有点保留一点马铃薯的颗粒，小小颗粒就好。它包在里面的时候，你咬的时候真的很像那个鱼肉的那个纹理的那个口感。其实我是觉得马铃薯你可以用切的时候就切得很小块。哦，这也可以。你马铃薯把它切小丁一点，然后你把它蒸完之后把它分一半，一半压成泥，然后一半就留小丁状，然后把它混在一起。对，然后再去混冻豆腐跟那个金针菇这样。露比做这个，他试做了蛮多个版本，这个真的很厉害。但我要老实说，你说它是鳗鱼的话，荤食的一定不觉得，对，因为它的口感其实不是鳗鱼那种滑 Q， 你可以说它像是炸鱼，它只是外观有点像，但是它的口味啊，其实会有点偏向鱼肉，因为有加了海苔的那种海的鲜味，口感就真的跟鳗鱼是有落差的，但好吃，重点是好吃，只是真的有点费工。我们现在来试油饭，其实油饭我们做好的时候就已经一直在偷吃了啦，原本很大锅，已经大概被我吃掉快1碗的分量。很好吃，这没有在开玩笑。我在拍的时候啊，我看露比这样做，我就想说，这油饭会多好吃吗？然后对不起，他在旁边吐槽我。对不起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有一点我们要讲，就是鳗鱼的部分啊，冻豆腐跟马铃薯的比例，你的冻豆腐不能太多，不然它会粘不上去那个豆包。你在反过来煎的时候，它可能就会掉得乱七八糟。如果你已经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你也不要太担心，你就先把那个油把它倒掉，然后再把那个鳗鱼把它拨到旁边就好了。就你不要再翻了，你再翻的话，它一定都会烂掉。对啊，就稍微这一点小小注意一下。那你的马铃薯泥的比例可以多一点。我这其实比较偏向麻油姜口味的油饭，因为我天气冷，我就会很想要吃麻油姜类的东西，很适合啊。过年一定都是比较冷的时候，油饭很棒，里面满满的豆干。然后红萝卜的口感也没有红萝卜的生味，因为都已经先煸过了。不喜欢吃姜的人其实应该也吃不太到那个姜的一丝一丝，因为切得很细丝，而且已经煸到看不到了。对，它已经煸到把它原本的那些香气已经释放到油里面去了，然后跟着你后面的麻油一起裹在这个糯米上面，所以会有点微辣微辣的那种感觉。其实油饭我没有很喜欢吃很多，但这个会让我止不住的想要一口接一口。我们讲再好吃，你可能也感受不到，所以就真的快过年了，可以试做看看。真的试做看看。对我讲一个，就是这个啊，你可以多做一点。步骤到千张裹好，半煎炸之后起来，你就可以丢到冷冻库了。然后你只要，比如说过年的时候，大家要团圆吃饭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拿出来，再稍微回煎一下，然后照烧酱汁煮好之后，再拿进去烤箱，就可以出炉了。对，而且油饭啊，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快跟简单，来得快跟简单，就是炒一炒，饭倒下去蒸一蒸鸡就好了。对啊，好，试做看看吧。快过年了，接下来我们还会有3集的年菜特辑，大家期待一下。下个礼拜5，你们就会看到另外一道年菜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和开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去追踪我们 Facebook 跟 IG 哦。好，拜拜。